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，判决如下：第一条，被告人胡旭东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第二条，我没杀人啊！被告人胡旭东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。我没杀人啊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？啊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？不是我杀的啊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？爸，你没爸，爸怎么了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？没事吧，爸，心脏不舒服。爸没事。爸，回家跟他爸说，1分钱都不能赔，听见了吗？1分钱都不能赔。哥，你放心，我要上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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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律师，作为被害人的家属，我唾弃你；但是作为记者，我欣赏你。陈律师，你爸没事吧？我爸他没事。我爸让我告诉你们，2审律师，我们还请你们。谢谢啊。谢谢陈律师，谢谢。没事吧？还能怎么着？我就是管天天不够你叨叨的啊！我让你管我，我让你管我，我在救河，整天到晚的日子你就不想让我过了。俺就回头，谁呀？检察院的。你好，找谁？找贾鹏妈妈。死了。死了？那得报案呢。谁干的？你干的？你谁啊？别在这胡说八道，我是贾鹏他爹。媳妇兰在家吗？你儿子贾鹏托我们来看你。媳妇兰，干什么你？媳妇兰在吗？你要干什么你？大爷长，别伤着你自己啊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松开，建平。你跟这种人废不了话。我是席凤兰，我儿子贾鹏他还没有被枪毙吗？哎，你等会儿啊，你先别挂啊！你等会儿，那个陈律师也在呢，你一起说。好了，你说吧，你大点声啊。胡旭东的案子出现了新的证人，省高院很可能要打回重审，你们也应该马上就会收到通知了。就这样啊，不多说了，再见。好嘞。这谁呀？怎么回事？李总，你说钱新良事件会不会回放一遍？什么回放？这回够那个于高原好好喝一壶了，晚上咱也喝酒去啊！这个事儿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反映？以前他活着的时候，我害怕，不敢说。后来他跟人打架，被人打死了。3年前他刑满释放，找不到工作，就替人跑腿出头，摆个事儿什么的。死了，我还说个啥劲儿啊？直到前2天我看新闻，说有个人被判了死刑，我就忽然想起来，是不是就是他之前干那案子呀？这不就冤枉好人了吗？本来不想给自己招事儿，人嘛都有良心，我真睡不着觉。何况他人已经死了，也是罪有应得，那就别让别人再替他死一回了呗。不值当的。就凭这个？这个女的叫李凤琴，她说的那个真凶叫杜长军，
那是她的前男友。杜长军、尹平还有胡旭东，他们3个是一个村子里的，他们都认识。但是这个杜长军不在村子里住，常年在镇上混。10月17号晚上11点40，杜长军在水渠那儿杀了尹平，浑身是血，连夜就逃到了镇上的李凤琴家。血衣呢？凶器呢？血衣当天晚上就烧了，凶器据说是扔在案发现场附近了，一把改造过的5、60军刺，不过现在也没处找了，那个水渠已经填平了，修成马路了。为什么要杀尹平？那个化肥站的人叫大刘的，他俩因为钱的事干仗，大刘举报他，就被拘留了15天。他恨他，就想收拾他，就猫在渠里等他下班。那咋杀了尹平呢？杀错了。他跟我说，他看见来个人，就以为是大刘，头一刀就扎在后腰上了。动！张云飞！特意让公安又问了，这个杜长军是个左撇子。嘿，老于啊，真是被你说中了啊！又一个钱兴良啊！这幸亏是上诉期间来报告的，再拖2个月，我们俩就吃不了兜着走吧。万幸哦！这不能说明胡旭东就不是凶手。人家李凤琴说的所有的细节可都对得上。证据呢？老于啊，我真是琢磨不透你呀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啊？谢元哥，我们现在是在纠正一个错案，最重要的就是证据裁判。任何事情到了最后，看的都是证据。利息河马1万9，浑身是泪。妈，儿子，妈，妈，妈，对不住你呀，妈，真是对不住你，妈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妈不会不要你，儿子。妈不会不要你。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又打你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儿子。妈，你能来，我就能放心的走了。不要！儿子，妈求你件事儿，哎呀！
那个视频已经足够能说明问题了，你现在还觉得胡旭东是真凶啊？我理解你的心情啊，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，一切都要依程序看证据。审判长，这个案子能拎出来说的只有血液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血型只能排除，无法锁定。即便血型一样，你也无法证明那就是尹平的血。我同意。你同意？你可以申请做重新鉴定，比如 DNA。重新鉴定的申请书。尹平已经下葬了，现存的检材达不到重新鉴定的要求。如果要重新鉴定，就必须得有公安部门监督执行开关。尹平叔叔不好惹，你知道。我们跟公安部门对接，调解双方的事归你。5万块钱，换一个开关演示啊！你们家旭东没杀过他们家人，凭啥咱出这钱？那不等于认了吗？这，如果尹平的叔叔不同意，那谁也没辙，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，死者为大。我们做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证明胡旭东没杀人吗？他家的条件你能看见，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。您要是同意呢，在这边签字就行。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您真的不在乎真凶是谁吗？你真的相信胡旭东不是凶手？我非常相信。我听说你曾经劝他认罪，那岂不背离了你们所谓的内心确信吗？我是一名律师，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要为我的委托人争取利益最大化。为了帮他保命，我必须得妥协，而且我还得劝他妥协，这不冲突。所以，对你来说，真相不是最重要的。正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真相，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妥协。您呢？您愿意给这个真相一个机会吗？那开关申请，预告院批了哈？批了，尹平他叔叔那边也签字了，都同意了。那开关以后呢？我联系了协和医院，他们那边有 DNA 鉴定资质，这个费用太高了，太贵了啊，时间也太久。是，而且胡旭东他家那边也掏不出钱呢。最后我跟老陆商量一下，这钱就我俩掏了吧。你们钱多烧得慌啊！要都像你们这么办案子，那我们法律工作者全都得饿死了啊！也不是回回这样嘛。这是东江省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，这重大案件专项的鉴定费28000块钱，省检察院已经给打过去了。这开关以后，样本直接冷冻押运到北京。见证人这块啊，签上你的名字，你就写这个辩方技术顾问。好。省检察院已经跟公安部打过招呼了，加个3儿，估计不会太久。师傅，您不怕这个钱最后白瞎了？我比任何人都想确定他有罪，你不过要用这种有瑕疵的证据维持死刑判决，那我就没法安心退休了。如果这笔钱真能买一个铁证，那这钱就花得太迟了。小胡，开始吧。开挖，轻着点啊！尹平，我们来为你伸冤了。来。您吃，这个鸡不错的。不用吃了，待会儿
跟我老伴儿一起吃吧。啊，好。行行那天您去了吗？去了，我给他带了他最爱吃的半糖花生味儿，人家不让吃，直接架走了。你不想想我鹏鹏，真的挺可怜的，从小被他伴送，被同学送。您别太难过了。那拜托您问的事儿，您问问吧。接下来几天啊？不好意思，检察长。今天先这样吧，我跟李辉说点事儿。李辉啊，来坐。你这事儿啊，暂时告一段落，你呢安心工作。渭河水，那个人叫渭河水。什么渭河水？贾鹏在临行前跟他妈说了，告诉他连案细节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犯人渭河水，但是只说了细节，没有说整个过程，这就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贾鹏在说整个过程上对不上，但是说细节的时候却惊人的准确。辉啊，我看你真的是走火入魔了。一个死刑犯的话，你也当真吗？我可能真的有点走火入魔了，也许渭河水才是杀害林燕的真凶，咱们能不能重视一下，查一查？检察长，坐。您就再查查吧，行吗？哎，马上查一查，跟贾鹏同时期在看守所关押的犯人里，有没有一个叫渭河水？渭河水的？对，如果还在押，关在哪所监狱，把他的资料整理好，全部拿过来。对，马上。谢谢检察长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就是。李辉啊，还有件事儿，我说了之后呢，你要克制啊。也许你已经有思想准备了。今天上午，有警给我来了个电话，郭大杰同志今天上午去世了。李辉啊，你要节哀啊！李辉，李辉，喂，那你把资料带过来。对。李辉啊，刚才已经证实了，那个渭河水确实跟贾鹏同时在看守所羁押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在半年前，渭河水已经被释放了，检察院会提请公安部门尽快调查。
袁律师，您能来见我一面，还愿意为我辩护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老钱，我既然愿意来为你辩护，就是希望我今天能从你这儿再听听案情经过。我是故意的，虽然事后我后悔了，但我的确有犯罪的故意。那个农药药性，我之前查过，买来是想自己喝的，结果被他抢去喝了。我是眼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毒药慢慢杀死，还有意延误抢救的时间。他毁了我一生，毁了我最后一点希望，到最后两个人同归于尽，这就是因果报应。只是苦了我的女儿小文儿，就是你女儿小文儿请我为你辩护的。我女儿她原谅我了，我有罪，原来是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我还没出庭为你辩护呢，老钱，你和你妻子的生活场景，我见识过，我也知道。你身为律师，通晓法律，为什么要这么走？两次自首，卷宗写得清清楚楚。你这样的大律师，没有必要再为我辩护了。我这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，就是跟你一起辩护。您是我的偶像，如果有下一辈子，我还会跟您一起站在辩护席上。现在，我愿意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。谢谢你，袁律师。再见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，本案的被告人是我国解放以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可惜的是，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有着非正常的境遇，以至于他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无法得以实现。
生活方面，他始终不能正视自己婚姻的真实样貌，长久以来的逃避和冷漠，把本该用心维系的家庭撕扯得支离破碎。年老了，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，令人唏嘘。我们谴责被告人的杀人行为，同时也要向被告人展示法律的仁慈和悲悯，要让被告人知晓他犯下的罪，法律不可饶恕，他吃过的苦，法律也看到了。谢谢。香烟节烈士评定下来了吗？说那个呀，那个早报上去了，领导正在研究呢。研究什么？人就关看守所呢，问不就完了吗？烈士的评定它是有标准和程序的，那比如说他是不是在执行任务当中啊？什么意思？出了院门口就不作数了？过了几年被人报复就不是因公了是吗？香烟节不是烈士，谁是烈士？你呀还是我呀？你觉得香烟节想变成烈士吗？他家里人想看他变成烈士吗？于高远，你别给我上升到个人啊！我就上升到个人。邱院长，我告诉你，如果香烟节白死，我跟你没完。范先生，热捏补。荒谬不？你看这荒谬不？你看这上面写着，经 SPR 分型检测，血液3处血迹跟尹平乙骨基因座全都对不上，全都对不上啊！更可笑啥？那上面只有胡旭东他弟他爸的 DNA 混合版，那压根连胡旭东的生物痕迹都没有，你更别说尹平的了。这不就证明胡旭东无罪吗？行了，这也算是找到真相了。老陆，后边的事你处理吧，我真是累了。离婚。你师父走之前一直惦记着你呢。
说好，你师父说给你。甜甜，爸买了酱牛肉，出来。怎么还弹上琴了？多长时间没弹琴了？啊？妈妈，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？退步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还进步了。你爸最近呢，老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，就连起个夜都得上你床那儿去看看，你这人还在不在床上？没事儿。这人呐，遇到巨大悲伤的时候啊，这反应呢，有时候是滞后的。刚开始呢，跟没事人似的，也不哭也不伤心。那旁人还说呢，说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点都不伤心呢？哎呦，其实啊，这难受的在后头呢。这事我有体会啊。你姥爷那会儿去世的时候，哎呦，我3个月没流一滴眼泪，但是3个月之后，那人完了，一病不起。吴阿姨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哦，三姨家助长，过来玩一下。哦，你们歇会儿，快点快点。哎呦，太巧了！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子啊。哎，对不起啊。玉仲，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》。这是自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颁布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。新刑法将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，标志着我国刑事法体系迈向科学化、规范化。此次修订有以下几点突破：一、明确罪行法定原则；二、严打新型犯罪，维护经济秩序；三、
调整刑法结构，限制死刑使用。4、细化量刑标准。经检察机关依法抗诉，法院依法再审认为，原判决认定严继才犯强奸罪并致人死亡的证据经查证不实，撤销原判，宣告严继才无罪。与此同时，检察机关将相关线索及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当年与严继才案相关的执法人员也被依法追责。